从小到大，我们都在好奇一个终极问题：宇宙大爆炸到底发生在宇宙的哪个角落？是某个遥远的星系深处，还是某个我们没发现的宇宙中心点？直到我扒完天文学家的观测数据，才发现答案简直颠覆三观。宇宙大爆炸的发生地，既不在100亿光年外的星系，也不在宇宙的某个神秘角落，而是处处都是。别急着划走，这个答案听着离谱，但每一个字都有实打实的观测证据撑腰。今天就用大白话给你们扒透这个宇宙级魔术的真相。先给大家铺垫个基础，现在科学界公认的宇宙起源就是137亿年前的那场大爆炸，你能想象吗？现在我们看到的所有星星、星系，包括地球和你我，当初都挤在一个 effective size of zero 的空间里，简单说就是比一颗原子还小无数倍的地方。那时候的宇宙根本没有原子，就是一锅温度高到离谱的超级热粥，里面全是各种基础粒子，挤得密不透风，热到能瞬间撕碎任何我们已知的物质。然后砰的一声，这锅热粥开始疯狂膨胀，速度快到超出想象。随着膨胀，温度慢慢降下来，这些基础粒子才慢慢抱团，形成了原子，原子又聚合成星云，星云再塌缩成恒星，我们的宇宙就这么长大了。讲到这，你肯定要问，既然是爆炸，总得有个中心点吧？就像鞭炮爆炸有个核心，炸弹爆炸有个原点，宇宙大爆炸的爆心到底在哪儿？这就是第一个颠覆认知的点，宇宙根本没有中心点，或者说宇宙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心点。怎么理解？给你们举个最直观的例子，把宇宙想象成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包，面包上沾着很多芝麻，这些芝麻就是星系。当面包发酵膨胀时，每一颗芝麻都会发现其他所有芝麻都在离自己远去，不管你站在哪颗芝麻上，都会觉得我就是中心，其他的都在往外跑。宇宙的膨胀和面包发酵一模一样，不管你身在宇宙的哪个角落，是地球还是100亿光年外的某个星系，你都会看到周围的星系都在以你为中心向外扩散，不是因为你特殊，而是整个宇宙的空间本身在膨胀，就像面包的面团在变大，带动着芝麻彼此远离。而且这种膨胀不是星系自己在跑，而是空间本身在拉伸，就像你在一根橡皮筋上画2个点，拉长橡皮筋时2个点会远离，但它们自己并没有动，是橡皮筋在变长。这还不算最神奇的，更离谱的是宇宙的膨胀速度。天文学家有个专门的指标叫哈勃常数，现在测出来的数值大概是每100万光年的空间，每小时就会膨胀8万公里。什么概念？如果2个星系之间相距100万光年，它们每年会因为宇宙膨胀而远离约70亿公里，差不多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47倍。要是相距100亿光年，那膨胀速度直接超过了光速。这就意味着，在我们周围有一个可观测宇宙的边界，边界之外的星系，因为宇宙膨胀，远离我们的速度比光速还快，它们发出的光永远也到不了地球。换句话说，有一部分宇宙我们永远也看不到，永远也探测不到。至于那部分宇宙是什么样，甚至宇宙到底是无限大还是有限大，人类现在完全不知道。讲到这，你肯定更困惑了。既然没有中心点，那我们怎么找大爆炸的痕迹？总不能凭嘴说吧？别慌，天文学家早就找到了实锤证据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，说白了就是宇宙的婴儿照。137亿年前大爆炸发生后，宇宙一直是一锅不透光的粒子热粥，直到大爆炸后的35万年，温度降到了2500摄氏度，原子才真正稳定下来，光终于能在宇宙中自由穿梭。这些当时发出的光，随着宇宙膨胀，波长被拉长成了微波，就像一根弹簧被拉长，波纹变得更稀疏。现在这些微波遍布整个宇宙，不管你用微波望远镜指向天空的哪个方向，都能接收到这种微弱的辐射。也就是说，你只要有一台足够灵敏的微波望远镜，随便往天上一看，看到的就是35万年前的宇宙，那个刚从粒子热粥状态走出来，还没形成星系的婴儿宇宙。更绝的是，这张婴儿照上还有一些细微的明暗差异，这些差异就是后来宇宙中星系团的种子。正是这些小小的密度波动，在引力的作用下慢慢聚集，形成了现在宇宙中丝状结构的星系网络。就像我们看到的，星系们组成一条条丝线，中间是巨大的空洞，而这一切的起点都在那张35万年前的微波照片里。现在回头看开头的问题，宇宙大爆炸发生在哪？答案就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在我所在的地方，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。因为137亿年前，整个宇宙就是那个零体积的热密核心，现在的每一寸空间都是从那个核心膨胀而来的。
你脚下的土地，你呼吸的空气，你看到的星空，都是当年那场大爆炸的产物，都保留着大爆炸的痕迹。当你用微波望远镜观测天空时，你看到的不是遥远的爆心，而是你所在的这片空间在35万年前的样子。因为这片空间当年就处于大爆炸的中心，是不是觉得三观被刷新了？我们总以为宇宙的奥秘都藏在遥远的深空，但其实最震撼的真相就藏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寸空间里。宇宙真的太神奇了，它没有中心，却处处是中心。它膨胀到远超我们的想象，却把最古老的痕迹留在了每一个角落。或许这就是宇宙的浪漫。我们既是宇宙的旁观者，也是宇宙起源的见证者。我们的身体里藏着137亿年前那场大爆炸的余晖。下次抬头看星空时，不妨想想，你看到的不仅是遥远的星星，更是宇宙最古老的故事。而这个故事的起点就在你脚下。你还想知道宇宙的下一个奥秘是什么？评论区聊聊。